今年头4个月，中国非税收入 1.5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7.7%，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。什么是非税收入？通俗说，就是除了正常征税以外，政府还能从你身上拿到的钱，比如罚款、收费、各种行政性收入、国有资本收益、专项资金等。而现在，这个非税收入已经成了财政的关键来源，甚至可以说是2025年最冷血、最沉默的收割机。1.5万亿意味着什么？平均一下，全国14亿人，每人已经被政府变相收走1071元。照这个节奏，全年4.5万亿妥妥地没跑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中国人今年将被非税方式收走3000多元。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4.6 万元每年，农村居民只有2万元每年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普通打工人一年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有将近1个月的收入，会被以非税方式变相拿走。不是明着征税，而是偷偷割肉。这不是耸人听闻。你以为罚款离你很远，但其实它早就潜入你的生活每一个角落。停车被贴条，一次200；电动车没戴头盔，被拍一次罚50，延1点再扣车。公司经营遇到个突击检查，营业执照年报逾期，直接罚几千。一个外卖骑手迟到冲红灯，被摄像头一拍，1月几百罚款跑不了。有人统计过，北京某区在2023年就靠罚款收入近20亿元，其中 90% 以上来自交通、工商、城管等执法单位。这还只是地方一隅，全国是多少？你能想象吗？你要问为啥政府现在这么依赖非税收入？答案简单，正常税收在下滑。来看财政部公开数据，2025年1至4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共是80616亿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0.4%。而其中的税收收入65556亿元，同比下降 2.1%。什么概念？税收这个国家财政的主心骨已经在下滑，说明企业盈利减少，就业收缩，经济在萎缩，交税能力在下降。你再看细节，更触目惊心。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 3.1%， 说明公司利润越来越差。车辆购置税暴跌 24.6%， 大家根本不敢买车。土地增值税下降 16.1%， 房地产几乎陷入停摆。契税下降 15.7%， 没人买房。进口税收下降 6.5%， 关税下降 12.1%， 外贸也疲软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国家财政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生意来赚钱了，于是只能另辟蹊径，靠罚款加收费，也就是非税收入来撑财政，养编制，养公务员，还债务。这不是某个地方的偶然现象，而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性转向。你以为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做法？不，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到了末期，都有一个相似的特征：税收减少，民力枯竭，政府靠罚款和苛捐杂税续命。明末财政崩溃，官府在街头路口设卡，穷人挑担子都要被收道路维护费。清末土地税收不上来，朝廷靠厘金养廉银生存，民间怨声载道。而现在2025年的中国，官方说财政困难，号召节约，但支出却一分没少。你看看支出项，债务付息4023亿元，同比增长 11%。财政一边借债，一边还利息，债滚债。教育、社保、医疗支出还在增长，看似是民生投入，但财政已经吃力支撑。土地出让收入还在下滑。2025年前4月，地方土地卖地收入是9340亿元，同比暴跌 11.4%。卖地卖不动，收税收不来，
国家靠什么撑财政？靠罚款，靠收费，靠老百姓一个个细碎支出，堆出1.5万亿的非税收入。你以为这场罚款盛宴只是企业的噩梦？错了，你我都是罚款经济学的潜在猎物。外卖员、快递员，只要一天跑单，必被各种摄像头关注。小摊贩、小店老板、消防、工商、食药监，每天要面对几个执法上门。网约车司机证件不全、路线偏离，乘客投诉，一个月可能亏进去罚款。普通人一个路口没走好，一张罚单就是贡献非税收入的一环。而这一切被冠以执法规范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的高帽，冠冕堂皇的合法掠夺。它不是你交了税之后的公共服务，而是你没交税也逃不了的隐性支出。甚至连地方政府都默认罚款、收费成了创收的重要手段。2021年就有媒体披露，某地交通警察年终考核指标中，罚款额是重要 KPI。2024年，某地城管被爆出每人每月任务5000元，不达标就影响奖金。到2025年，这一切已不是新闻，而是制度化的常态。这些年，老百姓的财富一天天在缩水，工资一动不动，甚至大批人失业、创业失败、躺平认命，只有一个数字在逆势狂飙：罚款。罚你超速，罚你摆摊，罚你不系安全带，罚你停车角度不对，罚你跨省经营，罚你未备案经营。而这一切都在非税收入里体现得清清楚楚。2025年前4个月，全国非税收入1.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7.7%。换句话说，在你感受不到的地方，每一分钱都被合法的掏走了。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到，非税收入到底是什么。它不是我们熟悉的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，而是各种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收来的钱，比如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如各类办证费、考试费、检测费；行政性罚没收入，各种执法部门的罚款；国有资源收入，如国有土地、矿产等的使用权转让；国有资本经营收益，如国企分红；其他杂七杂八的政府创收方式。你可以不挣钱，但他们一定不会不收钱。你以为你是中国的公民，其实你只是一个移动钱包。看看数据，2025年1至4月，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2.1%， 特别是企业所得税下降 3.1%， 土地出让金更是暴跌 11.4%。整个政府财政收入结构正从企业交税向全民掏钱转型。不让企业交，就让你个人交，企业跑了，就掏你兜里最后1块钱。而与此同时，政府的债务还在狂飙。仅前4个月，债务付息支出达到4023亿元，同比增长 11%。什么概念？每一分钱的利息都是你缴的税被罚的款里掏出来的。对比一下收入结构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616亿元，同比下降 0.4%。税收收入65556亿元，同比下降 2.1%。非税收入15060亿元，同比增长 7.7%。政府支出93581亿元，同比增长 4.6%。收的不如支出的多，收入结构还不断向非税倾斜，财政越穷，老百姓就越苦。这不是税制改革，这是吸血技术的进步。而且你会发现，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勒紧裤腰带。2025年前4个月，一些关键支出反而大幅上涨，比如债务付息支出同比增长 11%，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8.5%， 教育支出同比增长 7.4%， 房产税收入同比增长 11.2%， 证券交易印花税暴涨 57.8%。
为什么在企业利润下降、外贸萎缩、房市下跌的背景下，这些进项还逆势上涨？因为一部分人没钱，另一部分人还在为生活幻想买单。哪怕失业了，还在炒股、投机、买基金，结果一顿收割后，被国家狠狠地抽走交易税。哪怕工资下来了，还在勉强供房，最终撑不住，被征房产税。跌的是你，收的是他。别小看这个15060亿元的非税收入，它几乎和全国前4个月的医疗健康支出7462亿元，加上科学技术支出2953亿元之和相当。你每天在医院排队，在药店叫苦，财政的钱却靠罚款和收费凑。甚至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、契税、土地增值税等所有城市基础相关税收的总和。财政创收越来越离不开非税，而非税的背后是你一次次的不小心。你不是在生活，你是在被精算。而这种精算术正逐渐变成一种新的统治工具。过去我们讲王朝末年苛捐杂税，今天不过是换了个包装，显性税收下降，隐性剥夺上升。地方政府靠罚款业绩撑财政，公共服务缩水，行政收入膨胀。你以为你安全了，但只要你活着，就会有方式把你的钱掏出来。王朝更迭前，永远是民生最苦的时候。看看历史上的晚清、民国、明末，他们都是从税收系统崩溃转向摊派杂费，开始走向彻底溃败的。今天中国也走到了这样的分水岭，土地财政不灵了，土地出让收入前4个月暴跌 11.4%， 房市失血，契税、土地增值税全面负增长，企业扛不住，企业所得税减少，出口关税暴跌，消费端减弱，进口税、增值税、消费税增长乏力，财政无以为继，只能对内收紧，对内掠夺，对内包皮。从每个中国人头上刮3000块钱，换来4.5万亿非税收入，这不是创收，这是用百姓的骨血维持机器的运转。一边是老百姓手里捏着几千块不敢花，一边是罚款单、收费单、摊派单齐飞。你以为这是国家机器高效运作，其实是一次全面的预算危机转嫁术。别忘了，2025年才过了4个月，后面还有8个月，这场吸血大戏才刚刚开始。